德黑兰的冬夜裹着硫磺味的寒风，革命广场的篝火余烬还在冒烟，烧焦的哈梅内伊画像残片混在碎玻璃里，像一地凝固的血泪。86岁的哈梅内伊蜷缩在防弹轿车后座，前列腺癌带来的剧痛让他浑身发抖，手中紧攥的卫星电话屏幕上是革命卫队陆军上校萨贾德·阿扎德叛逃的消息。这是第5个倒戈的高级军官，也是压垮他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们得离开，立刻。他的声音嘶哑如破旧风箱，身边的儿子穆吉塔巴脸色惨白，正疯狂拨打着加密号码。车窗外，抗议者的口号声越来越近。独裁者去死！独裁者去死！独裁者去死！独裁者去死的呐喊穿透防弹玻璃，像无数根钢针扎进耳膜。哈梅内伊闭上眼，脑海里闪过的不是伊斯兰革命的荣光，而是1979年巴列维国王离开时的场景。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君主，最终像死老鼠一样被美国扔出伊朗克什开罗的医院里。第一架备选的专机停在梅赫拉巴德机场，那是革命卫队专属的波音707客机，和当年巴列维逃离时乘坐的机型一模一样。但起飞前半小时，情报部门传来急报，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已锁定机场坐标。1周前，他们就是用同样的方式突袭加拉加斯，在马杜罗的安全屋前抓走了这位委内瑞拉总统。美国人在复制诺列加和马杜罗的剧本，情报主管的声音带着哭腔，他们原封不动复刻了专机的航线，就等我们起飞。车队紧急转向里海港口，那里有一艘伪装成货轮的伊朗海军舰艇，目的地是俄罗斯黑海沿岸的新罗西斯克。普京曾收留过亚努科维奇，也在叙利亚保住了阿萨德，这里本该是最安全的港湾。但船驶离港口还不到20海里，穆吉塔巴就发现货轮的 GPS 信号被劫持，屏幕上跳动的坐标正朝着以色列海军基地移动。更致命的是，他们收到密报，革命卫队下属的戈尔伯集团高层为了保住海外资产，已经把航线信息卖给了中情局。这个掌控伊朗一半进口业务的庞大集团，终究还是在生死关头选择了背叛。被迫返航后，他们躲进了德黑兰郊区的地下掩体，这里曾是应对核战争的指挥中心，如今却成了困住他们的牢笼。哈梅内伊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，手指划过叙利亚，阿萨德政权全靠伊朗支持才撑到现在。拉塔基亚的什叶派民兵控制区，按理说该是避难所，但通讯兵递来的消息让他心凉半截。以色列战机每周都会空袭大马士革的伊朗军事目标，上周刚炸死了革命卫队在叙利亚的指挥官，那里现在就是个火把场。黎巴嫩贝鲁特南部的真主党控制区成了下一个选项。这个由伊朗一手扶持的武装力量曾宣誓为哈梅内伊流尽最后一滴血。哈梅内伊伪装成宗教学者，乘坐救护车穿越伊拉克边境，沿途看到的却是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在抢夺救济粮。民生的崩溃早就让意识形态的忠诚土崩瓦解。当他们抵达贝鲁特郊区时，真主党领导人的特使带来了条件，提供庇护可以，但必须交出伊朗在黎巴嫩银行的全部秘密账户。那可是哈梅内伊家族藏匿的200多亿美元资产的核心部分。谈判破裂的当晚，掩体被导弹击中。幸运的是，他们提前转移到了另一处安全屋，但穆吉塔巴的手臂被弹片划伤，鲜血浸透了长袍。哈梅内伊看着儿子苍白的脸，突然想起巴列维在巴拿马的窘境，那个国王被美国当作包袱转手，最终只能在异国医院里等待死亡。哈梅内伊让通讯兵联系卡塔尔驻黎巴嫩大使，这个与美国结盟却又和伊朗暗通款曲的国家，或许能提供中立庇护。但大使的回复带着赤裸裸的嘲讽，多哈的别墅可以给你，但前提是你愿意像巴列维那样放弃所有政治权利，做一个被软禁的傀儡。最后的希望落在了塔吉克斯坦，这个和伊朗有着波斯文化渊源的中亚国家。他们搭乘一架小型私人飞机，避开了所有迷航航线，降落在杜尚别的偏远机场。迎接他们的不是预想中的安保人员，而是一群穿着便衣的特工，
为首的人出示了证件，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探员。普京总统说：“你带来的麻烦比亚努科维奇还大。”特工冷冷地说：“这里不欢迎你。”飞机再次起飞时，哈梅内伊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。他梦见自己回到了1979年，站在霍梅尼身边接受民众的欢呼，转头却看到巴列维的幽灵在向他招手。穆吉塔巴的哭喊声将他唤醒，窗外是里海的茫茫夜色，雷达屏幕上显示有2架战机正快速逼近。他们是谁？哈梅内伊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问道。通讯兵的声音带着绝望，是伊朗空军的 F-14战机，指挥官是易卜拉欣·阿加伊科马扎尼上校，就是那个公开呼吁推翻我们的人。飞机剧烈摇晃起来，机身被导弹击中的瞬间，哈梅内伊闭上了眼睛。他终于明白，巴列维的悲剧早已写好了剧本，无论逃向哪里，等待他的都只有同一个结局。德黑兰的寒风还在吹，革命广场的篝火早已熄灭，只留下一地灰烬，向所有独裁者最重的宿命，在黑暗中无声消散。